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周到了，那么又到了本周的电影盲盒时间。OK， 那么按照惯例呢，我们先来揉吧，揉个点，揉个小点儿啊，数目一，最小值1，250，走你1、2、3点88。88，哦，这次好靠前，这数还挺吉利。对，88，来吧，看吧，豆瓣第88名是什么呢？好像我们这是除了那个，应该是最靠前的了吧？哦，还不是第一次看的那个印度的那个三傻，不是第14吗？哦，然后再就是这个了，第88。不对。88，喜剧之王来自我们周星驰星爷的电影，好是他导演的吗？是他导演的吗？好像不是吧？自导自演的，导的哦，自导自演的喜剧之王，1999年的电影，你有看过吗？我看过解说，而且看过不止一次解说。原片我倒没看过，因为我那时候不喜欢爱情片，所以我那个名场面那个片段还挺对，就是的什么你养我啊，这个名场面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对吧？然后它的评分也是8.8，你看过吗？我就是知道那个名场面。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对无厘头的电影都不感兴趣？可能小时候太小了，理解不了吧。OK， 99年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品一品星爷的电影你别说喜剧之王。你别说，他这个数据还挺有意思，他是榜单第88名，然后评分8.8，可以，太吉利了，还挺应景的。不上班你养我，苦涩。但是好像据说当时这部片子出来的时候，评分并不是很高，就是反响并不是很太超前了，可能。有可能，跟那个《大话西游》一样。OK， 来吧，本周的电影第88名，《喜剧之王》。我看过《新喜剧之王》，对，《新喜剧之王》我是全部都看过。林允那个吗？那个是美人鱼。那是美人鱼。不好意思。王宝强那个，来吧。粤语国语版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周星驰的御用配音，那个老师也是前段时间刚去世。莫文蔚，里面还有莫文蔚啊！我只知道里面有张柏芝，信息来源还是那个名场面。还有他那个名场面，就是他勾着张柏芝下巴那个名场面。比住那个对电线杆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名场面就是什么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出自这个。他说一上来这么阴间，太不对。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而家唔係拍緊鬼片。雖然你哋係飾演路人甲乙丙丁，但係一樣係有生命、有靈魂㗎。尤其是我哋今次有機會同動作影后杜娟兒同台演出，應該好好地珍惜呢個機會，俾啲精神好冇 ？Action！ 上班的我。你邊個嚟啊？我係一個演員啊。阿姨，係呢個邊個嚟啊？衝嘅。即係演員。搞錯啊！立亂俾啲阿姐阿狗走嚟裝機。對唔住啊，新哥，頭先我就去咗屙屎，見佢得閒就句扒人咁解嘅啫。嗱，我一見有反應，識做戲嚟啊！趕住啊！跑龍套呢？做個緊張表情嚟睇下。
嗱，緊張嚟講咧，可以有好幾種嘅。喺醫院等老婆生喺嗰度啊，個仔出世，老婆死咗，個仔叫爸爸。這麼浮誇？佢再生個頭度畸形嘅，中六合彩頭獎，個仔死埋，老婆醒翻，喂，老婆醒翻啦，嗱冇噶啦，嗱個人受咗太大打擊咧，會進入咗精神官能嘅休克狀態，唔會再有反應。合理。仲有冇睇過啊？所以這是他原聲是吧？我做錯咗啲咩咧嚇？唔知你做乜？咁我正話啲戲有問題咩？我都話唔知你做乜咯。喂，你班茄啡冇過掂喎。呢班水樽算好噶啦。喂，收你，仲未得啊？成村人等緊㗎，哦？得，隊員好快好快。啊，場得啊，快多謝。場務。嗱呢個位啊嚇，知道。神父是嗎？演個神父。做句，到佢啦你。演員，stand by。對唔住導演，根據角色嘅背景性格咧，陣間喺演出上嘅節奏，我想係比較調皮啲，但係又有啲矛盾咁，好唔好啊？好啊。OK。Speak。3場收視聽日。啊？哇，他那個他們的反應好真啊！哦，莫文蔚。啊。他開場還說要有點那個什麼調皮什麼的。對，然後結果開幕雷擊，開幕槍擊。这致敬王家卫是吗？有點帥的哦。哦。我赌你的槍裡沒有子彈。這一連串動作戲，有倒是也不必。調皮登場。後面嗰人做咩啊？死咗㗎嘛！喂，你做咩啊？係點啊，仔你講？你啲茄啡點搞㗎？點解你死嘅都死唔去嘅啫？啊？因為我設計呢個角色性格嚟講咧，係比較調皮啦，所以我內心嘅潛台詞咧係我唔想死住。搶戲了。你唔想死都要死㗎。其實我已經死緊㗎啦，你再俾多少少時間我咧，我就死晒㗎啦。喂，你知唔知1秒鐘有幾格飛啦？係24格啊，娟姐。咁你知唔知頭先嘅鏡頭有幾秒鐘啊？娟姐。都有成分鐘。你知唔知因為你唔想死住係嘥咗幾多秒、幾多格飛量、幾多錢，同埋幾多工作人員嘅時間同埋心機㗎？你係咪撈㗎？唔該你哋啊，茄喱啡你揾啲專業啲㗎，每日再拍過，醒少少啦！啊，返屋企慢慢諗下幾時死啊！尷尬。係啊，我做錯咗啲咩咧？你唔好再問我啦，我唔知你做緊乜啊！你閃啦！你提醒我要翻街坊福利會開門，轉頭就翻㗎啦。你唔使翻嚟啦，唔該你啦，唔好再俾鑊我咩啦。小人物想要，我操，龍珠！哦，龍珠，我知道有。想係點寫啊？突然想起來。中槍死。啊，準備啊！哇 ！Action！我靠！得唔得你？哇。咁先係啊嘛，換衫咯。行啦。對。啊，他。呢位哥哥仔喺邊度學戲㗎？他是頂替的是吧？咁真係天才喎！龍套。你俾啲心機得嘅嚇，俾啲心機啊！你做呢個做咩？走啊！哦，這一段也很經典，好像星爺也去龍叔的電影裡。哦，客串一段。陳武大哥你好，我想攞個飯盒。食飯啊！哦，因為我啊，那個誰？大叔。啊！知唔知點解未食飯啦？天哪！就係因為你又唔家產啊！死嚟死去死唔去，去到全世界未放飯，我都未食飯啦！塑造了好多經典角色。同一齊食啊！知你係一篤屎，病俾你係一變異，
小人物刁难小人物，蛮心酸的。好像人物哪经得起这种权力的考验呀？但凡拿到一点权力，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嘛，还蛮合理的。而且小人物特别容易为难小人物，就那种感觉。大家都不容易，想要找情绪出口嘛，蛮心酸的。他是在一个社区里做公益吗？感觉是。喂，霞姨，點啊？冇啊，想 check 下聽日通告幾多點？冇氣氛啊！後日咧？後日都冇，大後日都冇啊！他都这样都没有放弃，他是有一个演员梦哦。做了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會覺得空虛嗎？關你鬼事咩？你又想點啊？我想 check 多次啫。誒，冇對白嗰啲有冇啊？冇啊。見得唔係好清楚樣嗰啲咧？都話冇咯。完全見唔到嗰啲有冇啊？他不斷在降低自己的要求，不露臉的他都想演。感觉他就是在演星爷早期那种电影生涯的样子，哇，背后都是演员的海报啊，是吧？哇，还有那个是泰坦尼克的吗？我不知道。那一张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有魂断蓝桥，虽然很朦胧，但是。喂，霞姨喺邊啊？哇，真的蛮难得的，就是很多人被拒绝一两次之后，再难去开那个口，所谓的厚脸皮的再去追问。就住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却关不住他的梦想的感觉。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个 BGM 那种感觉是吗？感觉是前一天的阴霾就一扫而过了。紧急换了一个子资源，先让看太卡了。各位街坊，呢套劇咧係由中國文學名著改編嘅，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聽日由我做主角喎，大家係咪好想睇咧？我約實你哋啦。我觉得他这诠释的就是只有小舞台没有小演员这回事。完事咧睇叔叔做主角，你話幾開心咧？你看他這個是他社區組織的一個小劇場，但是他也一樣100%的態度去認真準備。即使演員，即使觀眾只有這一些，你嘅下場就會同呢個公仔一樣。七叔，雷雨呢套劇咧，聽晚就演噶啦。劇本你讀熟好未啊？讀熟啦，你放心啦，我淨都要唱多啲歌添。老爺見到妹仔就唱啦。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七叔啊，主題曲咧係由我唱嘅，同埋你老爺呢個角色係一個中國人嚟嘅。個妹仔見到老爺咧，話啦 ，You are so handsome。You are so smart. Thank you much. Please to 你冇咁啦，七叔，你冇嘢嘛？睇開啲啦，七叔。人嚟啦，救命啊！早晨啊，紅爺，我哋套雷雨即將要演㗎啦，啱我哋再排多次戲好嘛？雷雨我都使排，雷雨講雷氣啦。嗱，出嚟行咧就講兩樣嘢，第一就係講雷氣。
第二就係講乜嘢？小屁孩嘛，這不是？首先我講咗雷戲先啊。雷戲都好嘅，不過就唔好忽略裏邊嗰段感情，因為你嘅角色咧，最後係為咗愛情而俾雷劈死嘅。嗱，劈咧，等我講俾你知。嗱，劈咧，我哋出嚟行咧就分兩種，一咧就係拖，二咧就係捅。嗱，呢壇嘢咧就係俾把龍口拖出嚟嘅。嗱，捅咧就咁捅。呢條 r 伸收翻嚟，唔好意思，冇表情。嗱，捅咧就咁捅，哎呀，認真啲痛啲好唔好啊？哎呀，你啲演技收皮啦，球哥幫我搞搞佢。這個文化演員我也打說。通嚟講咧，根據俄國嘅戲劇理論大師史坦尼斯那個小孩哥還嘅講法咧，蠻中應該二的。係由外到內，他的背心上都是再到翻超級英雄外嘅。咁你而家再試下做一次。係啊，嗱，好咗好多啦嗱，咁係咪成個表演咧立體咗好多啊？你再寫一次嚟睇下。哎呀，係啦，多啲添。或者再等我幫幫你。因為致敬功夫是吧？我不對，功夫在之後。咦，呢一掂喎，眼兩邊埋出去喎。睇清楚你，嗱你認住個表情，記住個感覺啊！都流汗了都。真聽真看真感受是吧？喂，咁我哋好家伙！雷雨唔使排啦，我哋出嚟行，應承得過你，一定到。嗱，即係請咗100幾廿人落嚟，咁我上去，喂，咁係咯喎，掂嗰碌嘢，喂，快啲啊！你必會放他鴿子吧？嗯哎。喂啊！喂阿婆，你踩親人喎！搞這出？踩到啊！你踩咗唔覺啫，你隻腳扁晒喎！有大汗喎！啊，攞鏡頭出嚟啦，我幫你捱夜送去醫院啦。冇晒錢㗎！你睇佢樣就嚟死咁滯喎！我得翻100蚊咋！啊，攞嚟啦，100蚊。抽象。送你啦！只有他一個人在乎這演戲這件事情。阿婆啊，你跌咗錢喎！哦他自己添人。先生啊！啊，你聽日得唔得閒啊？做乜嘢？街坊劇場做雷雨喎。雷雨？好啊！搁這兒當什麼爛好人？一個沒來。啊，就即使這樣，還是把道具保護好。我是一。啊！女主出現了。我靠！是誰的白月光我不說。天哪！這會真的是玉女，整個玉柱。而且臉上沒什麼妝，對，就很素。這個年紀，天然的膠原蛋白就夠了呀，還用修飾啥？何況人家這骨相。我靠，這一針！哇哦！靚女，叫咩名啊？飄飄啊你啦！飄飄飄真名嚟㗎，幾有型喎！有名你叫啦咁多嘢，你真係學生妹啫。梗係學生妹啦，處咗嚟添嘛，正唔正啊？益咗你阿叔，嗌翻翻買財團啦！風俗女是嗎？財團都唔識你讀過書未啊你？嗌翻啲你嚟！啊，陪酒。哇！你個肚腩咁大，因住啊，棺材冚唔到蓋啊！財團啊，一定中！這反差。出去玩開心啲啊！你老豆咩？開心啲，開心啲！為了生活吧。白天是本該他這個年紀應該做的事，晚上就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做這些事。為了生存，白天是生活。女，今日學生妹初戀之夜，我就唔該你收下把口，似翻學生妹啦。你再係咁樣俾人投訴，我真係保你唔住噶。
學乜鬼嘢生妹啫，搞埋晒啲場面嘅。我做得翻學生都唔使企喺度啦。我哋仲喺度駁嘴，媽咪啊，7號台嗰個客真係好個樣衰，頂佢唔妥啊，唔錯啊！你哋係咪一個二個喺度搞下草啊？你又係嘅，你有冇專業精神㗎？借視線啊嘛。乜鬼借視線啊？個客醜樣，你咪唔好望佢全相咯，或者耳仔靚咧，淨係望佢耳仔咯。個嘴核突嘅，或者棚牙靚咧，淨係望佢棚牙咯。關上燈都一樣是嗎？等我搞嚟啦，睇下啲表演。人家是陪酒，你。老細。这个表情反应好可爱啊！你辛苦啦，老細。我叫脾氣啊，呢個法國影嚟，真係演呢個位轉移不了一點。鬼過法國啊！不要吧！或者阿 A 都得啊。做好人。你個衰女平時廿文廿武，而家廿晒招啦！你唔怪得我。頭上咋還頂着廣東特產？你有冇見人個頭有曱甴㗎？咁有咩問題啊？阿 Lulu 啊，同隻曱甴玩得幾開心。咁我原諒啦。咁得啦，你以後淨係翻嚟坐冷板凳啦，嘔到生蟲啦。這錢活該他賺。哇，即使在這個場所也有競爭是嗎？都唔係新嚟㗎啦，你知道對住啲客係要做戲㗎嘛？你哋啲問題啊，就係啲戲屎啊。哦，不會演戲。我聽講有條友啊，教人做戲唔使錢㗎，帶你去瞄一瞄啊。教做戲？啊，有交集了要。全世界埋位。高招。但是周星馳這個角色，他自己都不會演戲。又係你？早晨啊，新地哥。阿姨，阿姨，我都揾緊佢啊。喂，我冇俾通告你喎，你嚟做咩啊？咁嘅，上次你咪叫我翻屋企諗下點樣死嘅，我都諗過，又俾我領悟到一啲新嘅啟發啦。相信我而家嘅演出咧，會更加令你哋滿意嘅。比着我2年前咧，我一刀就插死你。嗱，刀嚟講咧又唔同槍喎，中刀咧通常會喺小掩位呢度，個傷口會大啲啦，戲痴嘛。再揦啲，如果係俾自己朋友出賣嘅話咧，仲會係估唔到係你個仆街。我仆你個新地哥，我但求演出嘅啫，你俾多個機會我啦。你中意企度嘛？你企啊！我唔俾錢㗎。俾錢我都做啊！我要翻個飯盒得㗎啦。飯盒唔使錢啊！走啊！喂誒，點解冇術指導？你揾啲咁嘅假人嚟扮死先唔掂喎，咁鬼醜樣嘅，嗱唔搞就得啦，趕住啊！係得，收到。喂，多謝關照喎，新地哥。嗱，飯盒咋？我冇問題啊，使唔使化妝先啊？而家化啦。導演 OK 啊，演員 OK 喎。Action！ 所以那些無名無姓的小群演真的會被這樣子沒有絲毫尊重的對待嗎？會的。天哪，那個都不是尊重的範疇了，這是羞辱。小小的拍攝基地也有什麼上下階級關係？食物鏈是吧？你像這個娟姐，她就是裡面話語權最大的。金字塔尖的。放手！哇！死咗啦！娟姐唔使驚，娟姐你冇嘢啊！導演睇到未啊？未睇嘅咩？打隻曱甴咋？使唔使咁啊？睇嗰人有冇事？哦，我冇事啊，娟姐，多謝關心。做乜你喐都唔喐嘅？哦，唔喐嚟講咧，因為正話導演未嗌咳，我都仲係一個死屍，所以我係唔可以喐嘅。聽唔聽到？聽唔聽到啊？一日未嗌咳，一日都要演落去，呢啲就係我成日同你哋講嘅專業。你叫做咩名？但是你上一次還說他不專業了，就他上一次被趕出來，不就是因為娟姐說拜託你專業點好不好？這樣就很諷刺了，他2次都是演屍體。
那这次即便说出现意外状况，他依然是坚守着那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所谓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在那个状态里面。但我觉得他其实他本质没有改变，对吧？他还是对于演戏这个事非常的较真，但是两次所处的环境不同，情境不同而已。对，情境不同下受到的那个反应也是不同的。第一次被轰出来，第二次却受到了肯定。我叫尹天仇。阿姨，即你杯咖啡佢，你陣間抽你人哋電話。你以後離開我工。多謝官姐關照。呢個 show OK 未啊 ？OK。好棒。Sunny 啊，我唔該你啦。臨時演員都好重要嘅，好似上次嗰個神父死都死唔去嗰啲啦。官姐啊，嗰個神父都係我嚟。尬住。上次其實咧就咁。好在好在，我幫你抹啦，毛巾。官姐，小心啊！官姐，你冇嘢嘛？你别过来啊！哎呦，好家伙，跑男是吧？给他录跑男了。这一段没拍下来，太亏了。快跑！这原来是两个时间线是这样并到一起的。饭盒守护者，给狗吃都不给你吃。喂，開隔離呢度咪人教做戲㗎？我本身咧從事藝術工作已經好多年㗎啦，無論係電影或者電視都有好豐富嘅演藝經驗，亦都曾經喺荔園劇場咧做過創作總監，咁導致到我咧係能歌善舞㗎。咁係咪即係話你撒謊的表現？教又唔敢，不過呢度好多街坊咧都係戲劇發燒友，都好中意嚟揾我研究下咁。我哋都係啲街坊介紹嚟嘅啫。得㗎啦，嗰邊咧？唔知有咩嘢可以幫到你哋咧？唉，坦白講啊，我哋係做小姐㗎。我呢個睇得出嘅。我而家個場咧就搞緊個學生妹初戀之夜，呢班女啊，居然話連一啲初戀感覺都話做唔到喎。你哋點揾食啊？初戀咧，我哋 BB 仔咧其實已經有㗎啦，即係譬如我哋 BB 仔咧見到個奶嘴啊，咁都會啜埋去啦，咁都係一種愛嘅表現嚟嘅。事先一直在。你又專乜豬奶嘴啊？死茄喱啡！其實我係一個演員嚟㗎。係咯，你專乜奶嘴啫？我諗住由淺入深咁樣嚟到去解釋下啫。得啦，你具體啲講得㗎。嗱，具體嚟講咧，首先喺外形上要配合一個學生妹啦。而對白方面喺一啲重要嘅位，譬如我愛你啊，我恨你啊咁。如果能夠加上少少嘅淚光咧，都會加強初戀嘅感染力嘅，即係好似咁。嗱，睇到嘛？啲淚水啊，啱好啷下㗎咋。係啊，淚水啷下俾你死嘅咧。嗱，其實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初學者如果要有淚水咧，可能需要一啲道具嘅輔助啦。咁而最簡單嘅辦法咧，就係食華沙比啦。你食乜嘢華沙比啊？喂，我哋咪真係聽呢條死茄喱啡點啊嘛！小姐，就算你一定要叫我做茄喱啡，都可唔可以唔好加個死字喺頭咧？其實你哋作為一個舞女嚟講咧，如果能夠多啲尊重別人，咁別人你叫邊個舞女啊？對唔住。算啦，我哋係啊嘛。我係唔中意俾佢叫啊。佢係咁嘅，唔使理佢嘅。
冇事嘅冇事。感觉有大事儿啊！坐等被打，感觉。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穿着人字拖。唔使驚嘅，冇事嘅冇事嘅。哇哦！冇女啦，冇事嘅冇事嘅，唔使驚，你驚嚟你驚嚟。沒事的，沒事的。搞笑啫，諗住唔使錢咪去睇下咯。唔係你做仲係起腳咧，我唔知。口係衰嘅，你睇太陽前我唔口臭啦。出啦出啦！唔好意思啊，咁大個場有冇搞錯啊？你幫佢食自己啦。唔好意思，有啊，好快嚟緊嚟緊。喂 Connie 啊，過嚟啦！記者係嘛？龍少嚟咗，飲到醉晒，而家喺度玩晒戀呢位初戀情人啊！不會是成龍吧？學生妹啱晒 feel 咯。你睇下，我成場啲女見晒咁滯啦，冇個啱 feel 都黐線嘅。睇下佢台面啊，啲銀紙啊，逐串咁計嘅。喂，你入咗去未啊？未啊。喺度等等啦，嗱，臨執多炸過嚟啦。俾我大把，有本事嚟攞啦！我要揾初戀啊！哦，初戀啊！失戀了。嚟都嚟，疏博啦，有時啲有。有些人品味很難說。你倒是有道理。他要去試一試。靚女嚟啦，快啲同老細打招呼先啦。在右邊那個。唔好咁行開啊！我都睇到咁扮都唔係真心嘅。芥末哦，他想起了那個尹天仇只能說的。初戀啊！我靠，一把吃啊！初戀啊！拼了！貪錢嘅。我係真心噶，我真係愛你噶。你要咩我都應承你噶，台面啲錢可以俾晒你。放下我來！天哪！但是他選擇把錢分給大家。他心裡想的肯定是尹天仇了，對。居然還真有用這臭小子的方法。冇嘢嘛，俾我又重咗啲，以為唔好意思啊。琴日如果唔係有張台阻住我起唔到腳咧，我未必會打輸嘅。喂，我唔係諗住同你打交喎，我真係諗住跟你學嘢喎。你扯吧啦。看人真準。對於一啲有熱誠嘅志同道合好朋友咧，大家係可以研究下嘅。你等等我啊。暫停一下吧，就是我剛剛就想說，就是他們之前不是尹天仇跟那個他在對峙的時候嘛，就是張柏芝演的那個陪酒女一直在嘲笑尹天仇是個死跑龍套的嘛，然後尹天仇聽一句他就要回一句，但是呢，在那個劇場裡的時候，別人叫他死跑龍套的，他是沒有任何反應的。我覺得尹天仇可能在那個時候，他也瞧不上就是張柏芝這一群代表的小人物，感覺真的很是就是小人物之間也是會相互排擠的，我覺得就是也不是排擠，就是有偏見，就像他後面脫口而出的對張柏芝的那個行業的稱呼是舞女嘛，就是脫口而出了，就可能就是那個場域是他感興趣熱愛的，並且他深知他自己還有很多不足，他在那個場合之下，那個語境之下，他是能夠接受被以這樣的一個低自尊的一個狀態稱呼的，但是在自己捍衛的夢想的這個領域之外，他不希望他的身份，他這個演員身份是被踐踏、被低看的或者怎樣的。但是你說的那個，其實我很有道理。
就是以前看没感觉，但我现在看觉得他这么演，我觉得很有共鸣。我们也算小人物，我就是在有些地方，我觉得自己很专业的地方，如果别人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他的身份我不认同的时候，他来呛我，我就会很生气。就是一个圈外圈内的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你在圈内的话，你能够更客观认真的审视自己的能力水平是在什么范围之内的，所以你能够虽然有不甘，但是你相对接受度会高一点，对于别人对你践踏性的一个称呼。但是在圈外你会觉得说你还是有追求有信仰有原则的，那你凭什么去践踏我的这个梦想以及我梦想背后所支撑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关系吧。他觉得自己成功了，被认可了。完了，哥，哥，冷静，哥。会不会也开始对慢慢开始讲求穿搭了？就是慢慢对張柏芝改这个他所代表这个行业改管了。貴嘢嚟喎。多謝。收得你錢應該做足啲嘅。聽多版啦。喺台底，呢度人多，嗰邊啦好嘛？在下尹天仇未請教，柳飄飄啊！有咩需要研究下嘅咧？咪就係點樣冧啲麻甩爽。嗱，譬如所謂學生妹嘅初戀感覺咧，他在專業領域的那種價值感，在圈外得到了一些聲音的認可，所以這個時候他，你看都開始整起裝扮來，想要正經的去對待這份認可以及尊重的那種感覺。你而家可以當我係客嚟到招呼我先。喂，老細，抽樣版。好老細啦，你而家嘅身份係學生妹，你可以叫 Good Morning Sir 或者係先生早晨。先生早晨咯。試下耷低個頭，怕醜少少，等對方咧抬起你嘅頭時候先至講。哇！先生早晨。眼神死咕咕啦，再嚟。嗱，俾隻閃力啲嘅我。這臉真是硬美啊！早晨。閃得滯啦，定翻啲下。先生早晨。嗱，死唔眼閉呢只啦，千祈唔好嚇死人㗎，再嚟。自然啲，柔和啲。先生早晨。我操！好。嗱，而家我哋講形體動作方面咧，譬如擁抱啊咁，你用你嘅方法嚟到擁抱我啊。六。做咩？做咩？唔使下下擘大粒俾鉗住人哋嘅。哦，唔好意思，職業病。要改啦，其實作為一個學生妹咧，亦都唔需要話採取主動，譬如好似做出一啲含羞答答嘅嘢嚟到令對方主動攬你嘅。你含乜嘢答答啊？即係譬如呢啲咁樣啦。我鵪鶉咁樣啊。好啦。係啦，對方見到你鵪鶉成咁樣咧，自然忍唔住會攬住你。你而家先至將你嘅頭依會落對方嘅肩膊上邊。誰又動了心呢？這時候哥又幸福了，傻了都。唔好意思，職業病啫。要改啦，表面功夫係咁上下嘅啫。如果再深入咧，要問翻你初戀時候嘅心態。咁好初戀嘅喎。係人都有初戀嘅喎。都話冇啦。呢個咁都應該有啲好難忘嘅回憶。冇。哇！這是你嗎，張柏芝？怎麼不是呢？又或者聽過啲好難忘嘅對白啦。冇。我希望永遠同你喺埋一齊。應承我，俾我養你一世。渣男。前妻回憶錄。
凭什么？他凭什么？冇。做母女，你會養我嘅？你唔做母女，我邊有錢啊？我冇錢點養你啊？咁啊，你而家試下幻想我就係你嘅初戀男朋友。完了。阿頭，嗱，上次雷雨嗰壇嘢，因為我係大茶飯要搞，所以唔得閒嚟，真係唔好意思。反正要唔要你啦？要你。熱烈咪得咯，心生漣漪嗱，到一定到。你睇就啲細路拍嗰啲咩唱歌啊嗰啲，嗱你冇份㗎啦，嗱我就有緊要事要行開一陣，嗱你幫我帶頭新咧去收陀地，幫我執一執嗰啲咩造酒啊、語氣啊，係啊嗰壇啦，嗱你唔會落我手踭啊！多節㗎，那個大金鏈子。係嗰度啦。嗱，作為一個黑社會嚟講咧，首先喺外形方面要有設計啦。嗱，你戴住啲金鏈啊，咁就啱㗎啦。同埋個樣咧，盡量做到。但是你這個襯衫不太對吧？放下。空啲，俾啲火我，怒火。你像便秘。啊，幾好啦嚇！對白方面你知㗎嘛，大概知道㗎啦。咁得啦，我會一路喺呢邊暗中提點你嘅。嗯。完了感覺。要出洋相啦！阿狂呢邊嗰啲係啦，開心啲，開心啲。啊！咩事啊？我唔記得咗。好可愛。你知啦，而家香港經濟不景，金融風暴啊嘛，因為佢講咩索羅斯咯。好多因素嘅。而家東南亞經濟崩潰，印尼大貶值，新加坡大減薪，香港又負增長，啲大企業啊千瘡百孔㗎啦。睇嚟咧，仲會引爆全新嘅一輪骨牌效應式嘅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添。咦，你對經濟幾有見地咁喎？我以前喺康康 U 度讀經濟嘅。係，我今年畢業㗎。96年畢業㗎喎，嗱，俾咗我卡片。師兄嚟喎，你好你好你好。咦，仲有特卡拉 OK 嘅？冇計啦。兩個都是香港大學的人。你而家做緊咩？我而家冇嘢做啊，我做咗黑社會先咯。哦，那時候經濟可能真的很收好。陀地嘅。基哥，有人嚟收陀地喎。邊個收陀地？哇，好勇！而家香港經濟。靚仔，你邊飯啊？不太好播了吧？我呢都咁玩。你唔識我啊？唔好埋嚟，唔好埋嚟。唔好同我講嘢，要扮單拖，要扮單拖。打電話扮拖馬啦！人哋嗌一都要演埋落去啦，要有專業精神啦！佢哋走咯喎，喂唔使驚啦，佢哋走啦走啦走啦，咪快啲攞翻刀衝翻埋去攞翻個美彩先啦！包租婆。太好了！好可愛。做咩？嗰個壞人仲未走啊！要投入角色，你都係壞人，俾啲火我。我想食添。早跑啊！
这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是嗎？可以。做得好啊！哇！做咩搞成咁嘅嘢啊？全靠佢正話堅持住個演出，終於收到20蚊。咁你仲喊咩啊？你天后廟面前咁樣收咗20蚊陀你，都只係揚名立萬嘅第一步。呢個碌夠晒啦 ，keep 住呢個碌佢，以後仲呢個碌去收陀你。頭哥，你好嘢，掂個碌嘅，呢20蚊成功。他们只有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你笑乜嘢啊 ？keep 住個碌佢，好笑啊！好笑啦！嗰大學生攞嚟問。我抽象了。咁樣鬼晒咁嘈咁衝埋佢，嘈到咧真係鬼殺咁嘈。佢完全將一個黑社會嘅神髓咧演繹咗出嚟，全靠佢堅持住個演出，終於俾佢收到20蚊陀地喎。你講咩啫你？堅持啊，阿姨，其實我得㗎，你再幫下我啦。我而家對揸刀有新嘅體驗啊，拍刀劍片真係一流。你做咩啫你？你仲嫌女我唔夠大喎，仲夠膽翻嚟同我講啲咁嘅嘢？扯啦！喂！對唔住啊，真你哥佢走㗎啦。喂，揾你啊！化到埋位啦！多謝。導演，個替身 OK 啊？你話揾唔到，嘥晒時間。啊，替身啊！你得㗎僵嘛？屍先生。我做到個娟姐嘅替身，我會全力以赴㗎啦。導演 OK 啦。點火？導演啊！陣間我除咗熱之外，可唔可以表現多一種孤獨嘅冷啊？你盡情做啦，總之你唔好擰過嚟俾我望到，明唔明白？明白。點火？嗱 ，hold 住每一下。啊！做咩？喂，白鴿喺度做乜鬼嘢啊？導演我專登放喺度啊，上咗個 shot 打嗰陣有白鴿㗎。成撚拍嗰陣時，白鴿飛嚟飛去咪搶住。繞上了是吧？你走佢！導演。有兩隻白鴿喺度，個耳景會高啲喎。有幾高啊？幾高好難講嘅，因為高嘅定義咧就好抽象嘅。總言之就高啦。大把水睇下。我替身唔好擰過嚟啦。搁這玩抽象呢，搁這。高啲喎。嗱，我操！白鴿頭對住我。試下個白鴿屎忽對住我。我觉得现实往往比演的更魔幻，真的。我觉得会真的会有这种。怎么样？这他妈是人啊！这，你要不上那点头，哎呦我操，真的，我真。上唔上得㗎？嗱，喂，出名啊！俾你，好住每眼。我操，周星驰演的更得拼了。你做咩啊你？你我都係咁嘅。什么叫每次都是这样？你個好熱啊！講咗俾你聽啊！你話得㗎嘛？一嚟多個啦，好唔好啊？你仲理唔佢成啲啊？點做嘢嘅身體？你们前面在干嘛？真的是，哇靠！嗱，我已經别让我遇到这种你唔好再翻嚟啊！職場上的人，真的是。我正話你聞唔聞到有陣燒雞翼味啊？我隻手都叫做為藝術而犧牲㗎咯。長毛，俾入撈啲嘅雞飯佢。長毛，你啊，以後唔好俾我再見到佢啊！唔係連你都冇得撈啊！哇，夏姨啊！你唔好再問我啦，這也就那個年代吧，這說雞翼燶啲啊，還是你隻手燶啲？乜燶唔過喎。其實阿生，你一時訴狀啊，這他媽的！真係唔係人啊！講咩啊？大聲啲！聽到你唔係人啊？做乜係要針對我啫？你想知點解係嘛？我想知點解啊！因為你冇資格食一飯。懶叻咁四圍教人做戲，學人講理論，教人扮黑社會收陀地，簡直係侮辱演技呢兩個字啊！喂，嘈咩啊？開會啊！超，喺熟面前講演技，超，火落嚟。嗰兩個雪糕車佢哋要更數，嗰兩個雪糕車我睇啊嘛，一個紅爺冇得到啫。兄弟，阿怪生追咗佢，阿頭跟埋我哋出去體驗下我哋出嚟行點做嘢，順便睇睇。兄弟，撇。我觉得刚刚那一幕就是反而让我想到我们看到尹天仇他这么努力的去想演好一个跑龙套，但从达叔的话来又感觉把人拉回到现实，比你努力的跑龙套会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也正在为自己的角色努力。那你敢说
他们配不上吃这个盒饭吗？他们对不起演技这两个字吗？哦，刚才他达叔那番话，以前觉得达叔是在刁难他前面两个字，后来觉得刚刚达叔那番话又说的很有道理。他那个一语双关真的是有点伺候人啊。你有资格吃这碗饭吗？所以这部作品本身是不是融入了很多周星驰早期想要进入演艺圈，然后各种碰壁的那些真实的经历？我觉得可能会有那样的一部分元素在里面。从零到一确實是很。仔，你又去邊度啊？阿嫲，你出嚟做咩啫？啱啱肺癆好翻，真要凍親你啊！你食咗藥未啊？食咗啦。你又去打交啊？唔係啊。唔好去啦。都話唔係咯。唔好去打交啊！唔係啊。阿嫲，佢唔係打交，佢嚟做話劇啊！你喺街坊劇場咧，我哋做雷雨啊。雷雨啊，好睇啊！李小龍扮演吳楚帆啊嘛，反應好熱烈啊，所以我哋而家加開一場，趕住去排戲啫嘛。哦，你要做戲啊？係啊！哇，真係我孫仔會做戲啊，真係叻仔咯！阿爸好開心啊！得，上阿伯嘅啊！一世英雄，喺佢度一面口水。你阿嫲一個人養得你咁大，佢先係英雄，你唔係啊！哇！你睇下你阿嫲幾開心。不如唔好再打交啦，去排戲啊！他真的很能洞察那些小人物他們內心的那種不易。如果你打得贏我啊，將東亞病夫4個字吞落肚，你係咪唔信啊？你係咪唔信呢句？你可以咁樣俾啲壓力我，先至谷到我嗰個憤怒出嚟噶嘛？唔使啦，都冇人睇。啲霎時搞壇咁嘅精武門，叫我哋着啲咁嘅衫，你真係俾足面你啦！你話唔係啦？我淨係想換個假髮啫。假髮啦！哦，誰說沒觀眾呢？時尚真的是個輪迴。現在看這一身還是很正啊！係咪呢條女啊？梗係啦！喂，醒人，好嚟！嗱，如果你打得贏我，我將東亞病夫4個字吞落肚。靚仔，係咪唔信啊？讓星爺過了一把基金偶像的癮。打铁匠。喜劇的背後真的是悲劇，給我看傷感。誰先失去擇偶權？喺舞台上面，我哋演出緊嘅時候咧係好投入㗎，你突然間衝上嚟會好危險㗎咯。我見你3條都打得咁過癮，上嚟玩下啫。嗱，我選擇精武門呢個戲咧係因為商業上嘅原因㗎，因為有動作場面咧容易。但尹天仇不如柳飄飄坦率，我有血有淚啊！我條尾窿知有冇攣到啊？但是看剛才那場戲，其實雖然是一個喜劇的外殼，但是我看着就有點笑不出來了，就蠻傷感的，是因為我就是又很感慨於就是不是很流行說那個人生，你的人生其實沒有什麼觀眾嘛，但是可能為數不多的幾個觀眾，也就只是那些真正愛你、關心你的那幾個人而已。他這個是建立在一個小人物的一個設定之下，那其實整個社會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小人物，就是真正關注你、關心你、願意去看着你鬧、陪你鬧的人，也就那麼2隻手肯定能數得過來的。
就还蛮……但我始终坚信的一点是，你的人生观众越少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住最纯粹的那种心态。就是当你的人生观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陷入那种被很多声音埋没的那种感觉，会迷失掉。对，所以我始终坚信，你的人生观众越少越好。就像他们现在尹天仇演的这个话剧，只有柳飘飘一个人看，但是他们在台上却是最真實、最快樂的樣子。最純粹的一個狀態。是。我上次心情唔好，冚咗你一巴，今次諗住同你晒個冧啫。好啦，其實你今晚咁捧場，我經已好感激嘅，多謝。係嘛？多謝。是真心的。他真的很需要一個觀眾。你對我嘅鼓勵咧，我會記住嘅。你得㗎你。哇！你上次教我招鵪鶉嗰個盤咧，啲馬騮真係咁樣托高我頭。先生早晨，哇！擔晒頭啊，紅喎呢期。係包圍啊呢期。恭喜你啊！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出色嘅舞女嘅。多謝，你都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出色嘅死茄喱啡㗎。兩個人已經不再。哇！包圍啊呢期。我好喜歡他們突然面對鏡頭這個表情。多謝。你都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出色嘅死茄喱啡㗎。多謝。我操！謝謝。就有一種節目有點像在跟觀眾講。喂，而家前面幾個黑，乜都睇唔到。都唔係嘅，天光之後就會好靚。他看到是現在，你看到只是以後。我走啦。哇！我三條毛呢度晒訂喎。咦？乜你咁？哎，本來氛圍剛剛好的。你嘴唇爆晒擦啦，要唔要啲唇膏啊？好。就知道。我得呢啲咋，有冇啲啊？添啲咧？唔使咁快。唔使霸就，去死啦你！正人渣。做咩啫你？我最憎我嘴爆擦㗎啦！我嘴爆擦我都唔想㗎。咁你做咩唔搽多啲潤唇膏啫？咁搽咯。去死啊！想搽就唔好勉強。其實我想搽㗎。嗱，我警告你一個，我真係搽嗰時你唔好幾曱甴啊！我都話想搽咯。阿咪住。啊！你嘅可唔可以俾啲專業搽勻巡啲，唔好求其揩兩下算啦。得啦。我靠，这也太能打了，这个眼。我操！硬美，真他妈硬美！我天哪！喂，紅爺。咩料？而家出邊夜總會小姐咧，嗰一晚嘢大概收咩價錢？一個普通嘅1 kg 哎，啥呀？真的是我的天！我夠膽講係極品咁嘅質素。100幾廿萬到1000幾百萬不等。喂。你這樣真的有點侮辱人呀！
也可能他内心也深知自己配不上了。他已经能给出自己的所有了。好难过呀！天哪！我操，这也太能打了！多謝晒我老細。这是他能想到对他最好的。结果了。啊，那个。啊。係啊。去邊啊？翻屋企咯。跟住咧？翻工咯。翻得唔得啊？唔得你養我啊？他在纠结，他好挣扎。又點啊？我養你啊！你養住你自己先啦，傻仔。哎，我的天哪！我操呀你妈的！但是好美啊！忍川高他一定懂，就是他尹天仇已经把这个屋内所有最重要的东西已经给他了，包括他自己的承诺。哎，这就是现实啊！天哪！無論你睇唔睇得起我都好，我都係一個演員。你同我講嘢。上次你仲爭我3個飯盒，我想攞翻。攞啊！攞啊！夠佢攞！唔該晒。玩天仔！睇到啊你啊！喂，下啲嘢呢啲飯盒係我㗎。是但啦，有人揾你啊！哎呀，不行，我现在情绪还在前面那个里面。他这个情境演绎的，我就特别想送给老铁一首歌，给他点播一首歌，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哎，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确实。他俩相遇的这个处境之下，真的很难走到一起。说实在的。但是尹天仇自己也知道，就是他们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坐在海边那个晚上的时候，尹天仇就是很犹豫。在我的认知里，男生应该是主动的去挽留那个女生，但是柳飘飘都已经这么主动的情况下，尹天仇还是犹犹豫豫，就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就是不配呀，就是自卑呀。然后过了一夜之后，他已经想到了所有能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东西。他把那本最重要的，对他来说，钱是最后一位，他给出去了。
然后给了手表，给了红包，最后把那本书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也一起给出去了。他希望柳飘飘能明白，然后好在柳飘飘确实是明白了，在他说了那但是他碎了。他碎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也是那种高兴的哭吧。我觉得他是高兴。怎么会是高兴的哭呢？总不是。怎么会是高兴的哭呢？总不是呢，是因为你那时候跟他说我养你啊。但是真的，现实真的能这样吗？他是明白了，基于现实，他俩都是社会最底层的那群人，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给到对方最好的。那他们在一起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吗？他们不需要带来任何，他们不需要最好的，他们现在只想要互相抱团取暖。就即使会有最低物质的欲望，只要两颗真心在一起，就会抵万难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俩的状态，太理想化了。他俩的状态都是朝不保夕的一个状态，你要知道。那这个情境之下，跟对方给到任何承诺，其实都是给不到的。那给到承诺，那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情况下给到的。那你真的能够保证就能够给对方带来一个更好的明天吗？就是你面对着你如此想要珍视的人，但是你深知你自己完全没有那个能力给到他自己觉得最好的，甚至你都自己明天活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做出那样的任何的承诺或者说决定呢？对啊，所以柳飘飘说了，等你照顾好你自己再说吧，傻瓜。然后尹天仇就转眼就去要了3份便当，表达他的决心。我觉得星爷这么安排的道理，这样的剧情安排是想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作为一个底层的人物，他当然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些承诺是有多么的不靠谱，或者说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但是他还是走出了这一步。他向柳飘飘承诺了，他说出了那句我养你这句话，然后他会向观众证明他不是信口开河，他要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你觉得他哭是哭什么呢？我觉得他哭是因为被真心所感动的这样的感觉。他哭的如此，那你觉得他哭是什么呢？你觉得哭他是就是那种爱儿，就是他们两个不是他是意识到，他深知他们两个都是身处在社会底层拼命挣扎的人，就是他最后留下的话是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再说吧。他明确的知道他们各自都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又何来的资格去享受爱情或者更多的奢望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哭的是现实。有，居然是感动，绝对是有感动的，因为他也动真情了呀。他被尹天仇这样的因为所感动，然后他又想到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感动的成分，所以才会哭在，因为他哭的时候是笑着的呀。可能会有感动的成分，但是更多是遗憾吧，因为明明如此珍贵的一个情感，但是确实就是无法拥有，因为迫于当下的现实。你看这里，他是笑着哭的呀。你看他一直在笑，并且尹天仇自动性他就把它收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俩说的都有。我觉得我们俩说的都有。但是可能我看到了更多的是悲伤的那一面吧。太難受啦，他媽的！下啲嘢呢啲飯盒係我㗎。是但啦，有人揾你啊！係咩？啊！
去裏邊啦，放低個飯盒。我靠！啊，大佬，面试吗？一群大佬。娟姐，導演。導演只能坐在這個位置。嗱，有段戲我想你幫手同我試試嘅，我哋係戀人，咁呢度咧就係我臨死前同你嘅一段對白，你望下。給他戲。我係做。你做翻尹天仇，我係杜娟兒，得未？得啦。Action 啦 ！Action！ 他俩會不會因戲生情啊？哇！哦！天仇，你唔會有事。娟，唔得㗎。我嘅身體應受太多挫折，我已經好攰。如果連你都冇埋，我真係支持唔到落。娟，你冇死，娟你認下我，娟你認下我，你擘大口認下我啦。這導演。見風使舵。嗱，我同你哋講，我就唔再等阿大哥呢期㗎啦。大家可以將就下啫係嘛？邊個將就我啊？我受夠啦，我一定要用新人。 You rather use this guy 大哥？我哋就係追啲新面孔。新面孔大把啦，睇過佢幾貴你知㗎。你唔係求其揾件咁嘅嘢俾我。求其揾件嘢。嗱，邵生，我真係留意咗佢好耐㗎，佢真係好有黑啊！嚇！我哋而家係傾生意啊，唔係談戀愛談生意。係神命八頭運衫，唔該入嚟咯。邵生，我下一部戲想揾你做男主角，你點睇？哇！是實現夢想了。好啊。人物性格背景關係、故事大綱、劇本，仲有原著小說，你可以攞埋翻屋企參考下，我相信會對你有幫助。拍攝時間表同埋角色造型照全部喺晒度，我哋盡快揾人同你度身，有冇問題？每日肯定有飯盒食㗎，係嘛？哇！哇！我看死！我靠，太真實了這段。當一個小人物受到很大的重視，然後潑天的富貴的時候，受寵若驚，下意識的還是對之前的那樣的一個，條件反射式的然後關係，最基礎的生存。這裡的對比，我靠，兩個人都他們已經不可能了。媽咪啊，今晚我唔拎手袋啦。做咩啊？又玩嘢？我唔係玩嘢。唔係玩嘢？你而家玩我啊！難得林少咁冧你，多錢都限世。你陣間同我沖乾淨涼、平乾水啊！唔好喺度搞神啦。我唔想再做呢啲嘢啊！唔想再做？你估你係小龍女啊？吓？不如唔好撈啦！我中意咗個人。我唔知應該點樣多謝你俾呢個機會我。你做好呢部戲啦。我一定會將我全副精神同埋時間擺喺上面。希望你女朋友唔會介意你有冇時間陪佢喎。我冇女朋友㗎。寧願玩真愛冇飯開啊！你傻㗎你！嗱，我唔理你咁多，總之係今晚同我乖乖地搞掂佢，其他嘢我慢慢先再同你計。女女快啲起身攞手袋啦！龍少啊，唔好意思啊，我突然間咧好唔舒服啊，我諗我今晚陪唔到你啊。算啦，唔好吊高嚟賣啦，錢我大把，攞去啊嗱。
得未啊？我諗我真係好唔舒服，我真係唔得。嗱，我唔想聽到唔得嗰兩個字，清楚未？再講一次。真係唔得。你痛唔痛啊？你話你跳舞好叻嘅？係啊，我跳舞好叻㗎。點解你會踩到我嘅？會唔會係你嘅步伐速咗少少咧？藝術一成。咁樣你走走。好啊，我走就你啦。仆你個街啊！我上次10幾兩派晒俾你哋，而家俾晒錢落晒訂，你而家扮高竇啊！喺咁多人面前落我面，而家我俾多次機會你，喺咁多人面前講多一次，得唔得？唔得。你塊面做咩啊？唉，冇搞啊！喂，娟姐啊，最近同邊個拍拖啫？你哋街坊嚟㗎？你識得佢㗎？阿娟姐提攜我，揾我做男主角啊！你唔可以死啊你！真㗎！阿秀啊，我哋唔好咁遲咯，小生好唔中意人遲到㗎。真㗎？係啊！嗱，我都話你得㗎啦，記唔記得先？嗱，我話佢一定得㗎，我話佢得嘅，娟姐唔信你問下佢啊！阿秀啊，阿小生陣間要飛美國，我哋快少少啦。我諗佢走之前都會想同你傾一傾。喂，你記唔記得先？我係咪話佢一定掂先？喺沙灘嗰晚我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先？我喺沙灘嗰晚真係話佢一定掂。個監製 book 咗個電話場俾你，陣間咧要學開槍啊，跟住教你打關鬥啊，跳彈床。啊，佢仲要吊威亞嘅，你有着底褲嘅嗬？啊？吊威亞要着底褲嘅。我有啊。唔該。好真實啊！這個我操，張柏芝這反應。啊，冇啦。啊，有啲嘢俾翻你。原來你攞咗啊？係啊，上次見到順手攞嚟玩下啫嘛。好唔好玩？唔好玩，所以俾翻你咯。你仲有嘢揾我啊？冇嘢，冇嘢，拜拜。我操，这里演的太好了。我觉得娟儿姐太可爱了。哎呦！喂！你上次話養我係咪真㗎？係啊！冇老點啊！都話係咯，等緊你咋？不如你哋傾埋先啦，都唔好咁遲。知道。真的假的？科幻片儿，我觉得是。还是没有改掉这个上胯的习惯。已经走了，但是他不要太迟啊，不很长啊。不是，哦，他已经走了对吧？对啊。
我估计就已经是放弃了。啊？什么放弃？先生非常快部戲嘅監製，同埋阿 Johnny， 我哋嘅策劃。尹生，早晨。早晨。俾人好，請坐。嗱，個角色咧我就分析過，其實係可以有3個層次、4個階段同埋5種唔同嘅演繹方法㗎。咁我將佢全部寫低咗，或者我哋大家可以但是娟姐演实力还是难掩对这个人的欣赏。我呢個新人啦，我打算改一個英文名，就叫做 Number。從專業 Number One 就係 Number One 啊！好名啊！咁啊，造型方面啦，我亦都阿秀啊，其實呢部戲本應係由大哥做嘅，咁因為佢期有問題，我哋就決定用新人。但係佢正話又打翻電話俾我哋話個期又 OK 啦，咁所以佢自己會做翻男主角。咁如果咁嘅情況咧，我可以做嗰個大反派咧，因為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大挑戰嚟。Sorry， 大反派嘅角色我哋亦都有人選㗎啦。咁嘅情況咧，咁要睇睇。我覺得裏邊咧，尹生啊，正如阿娟姐講咧，我哋大家知道你係一個非常專業嘅演員，你放心，我哋一定會安排另外一個角色去俾你演出嘅。唔該晒。請問係咩角色啊？你就做嗰個律師啦。嗱，咁你就要抽多啲時間熟讀劇本、熟讀對白，做多啲準備功夫啦。請問有幾多個對白啊？臨時加是嗎？你係有3句對白嘅。請問係邊3句對白啊？第一句係嚇，第二句係哦，第3句係你扯把啦。明白。咁我翻去讀讀先。暗示得很明顯。尹生啊，你介唔介意俾翻份劇本我哋啊？满满的筆記上面。阿秀，我靠！唔好咁啦。對唔住。尹生啊，麻煩你除翻套禮服落嚟啊，我哋有衫俾你換㗎。呢邊啦，唔該。阿秀 ，sorry 啊。阿娟姐啊，阿大哥個期咧，你出翻去先啦。咁拍戲係咁噶啦。出去啊！刚说了要养刘少彪，然后人生可能真的就是此消彼长吧，一棍子打回现实的感觉。喂，僆仔，想唔想做場好戲啊？有冇對白㗎？肯定超過3個。咩角色啊？正派角色。即係咩戲啫？咪問多有冇興趣啊？有啊。好。BGM 怎么突然变了？
咩啊？咩環境啊？搞緊。南北嗰時候同你講，我唔係你平日所見嗰個場合，我身份係香港警察。咩話頭？我哋刑事情報科 Criminal Detention Bureau， 簡稱 CIB。再簡單啲講，我係卧底。你係卧底？吹啊！我比嗰啲所謂演員更加專業，更加高。真的假的啊！我操！因為我每日嘅生活就係做緊戲，雖然我係冇劇本，但係我絕對唔係 NG。遲翻我係 NG，可能連命都冇。我先應該攞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到底是戲還是現實啊？我不知道。今日本來我有一個好重要嘅行動要同我線人一齊去。啊，我好像記得這個片段。點知佢？我想你代替佢，先係8嚿水，我哋會俾翻你㗎。錢銀都係其次啫，問題係演技有冇得發揮咧？好有發揮。哇！真的是人生遊戲啊！我靠！上面好多差人，你擺酒。好兄弟，要讓我頂住，你走先啦。這怎麼感覺又是演戲了？啊！你出賣我！對唔住，我係卧底。對不起，我是警察，是吧？逼我殺人啊！半個鐘頭之後，我有一個賊竇將佢偷聽嘅要搜集佢哋犯罪證據，但係我每次去都守我室，所以我要你將偷聽嘅放喺其他地交嚟俾我，之後走。咁我真係送外賣，完全冇好有發揮嘅角色。這回搁這兒來真的，這性格角色關係、時代背景啊，人物性格角色關係、時代背景，基本上都喺晒呢個茶餐廳嘅餐牌度嘅啫。你盡快揣摩下，但實際上要視乎現場環境，隨機應變。也是。點解要揾我啊？我哋需要一個專業。這才是真正的人物揣摩，我靠！今次你就係男主角。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的背景很乾淨，而且看中了他戲吃的這樣的一個點，他真的是很有信念感。八餐有咩啊？魚扒牛扒雞操守的感覺。上你啦。波蛋麵、豉牛飯、雞蓉粟米湯、咖啡或茶。B 餐咧？牛肉片、飯例湯、茶或咖啡啊。改凍飲得嘛？加2蚊啊！乜嘢係全日供應㗎？雞髀沙律漢堡包。幾錢啊？20蚊啊！睇熟啲啦，大佬。雞髀沙律漢堡包。茶晚餐係咩啊？你而家已經係一個外賣仔，記住要投入角色。陣間我入到個兜度，我即刻叫企冷飯，10分鐘之後你準時送入嚟。我靠！嚟㗎咯喎！正式㗎啦！正式㗎啦！10分鐘也太快了。不怕就死了。可唔可以嗌 action 先 ？action！ 喂！沒 NG 到 NG 就死了。好啊！早你啊 call 我馬交，有 call 你啊？機就 call 我啊！冇開機啊？我添啊冇開機，24小時按 call 啊！怪唔知你得馬仔鬼咁窮。喂，後住兜台啊！衰仔成日抽水啊！投個高俾你。阿全，叫冇哥，冇得啦，全哥。咦，又係皮咯？皮褸大會啊今日。哎呦，款喎！我係外賣仔，我哋送外賣嘅，企一單飯25個半。OK。演一個不是自己的角色，這得。冇翻20年啦，都做唔到咁嘅效果啊！爺留俾你嘅，新買嘅咋。我靠，緊張！我都整翻。一樣的皮衣會不會出問題？我靠，察覺了，很警戒，肯定是察覺了。發現他是臥底了吧？你看都是在用那個眼神盯着。我靠，完了！完了，他到點他就會過去。哇，他已經去了。對呀。一路傾我啊，有餸喎。咁叫好餸啊！跟住仲有大茶飯啊！有單嘢咧，跟住冇雞蛋啊！喂，我食雞蛋喎，叫雞蛋飯先。係啊，雞蛋係嘛？唔係啩？真係雞蛋，開口中喎。誒，炒蛋嚟啊？唔係啊，我食荷包蛋嗰只啊，唉，都係叫個荷包蛋炒番茄。荷包蛋，即刻整荷包蛋。喂，哎呀，咁麻煩啦，叫我麻煩。這裡感覺已經要暴露了吧？喂，
完翻啦！點解會咁快？係咯，我都未嗌。咁放先嚟開門，去嗰條揾食㗎嘛，大佬。叫嘢咩？我叫㗎，見到我同眼光加餸啊！咁快嚟到嘅，炆得腍腍㗎。林林去廚房啦，嘥嗰個吧。喂，等我俾。係啊，我嚟啊，我哋冇所謂啦，咁細，我哋嘢啲借俾你，咁買啊嘛，係啊，经典撕吧。怕他传递消息出去吧。幾廿歲人，乜4下都唔夠，推嚟推去，不如碌卡碌街。講咩啊？嗱，唔好喐啊！即係就俾錢，即係就攞走，再唔係就我請啦。搞咩啊你啊？我靠！開咗幾多次啊？行到路你都爛嘅，行埋啲兜住個頭頂打落去，日本斬咗成場亂啦！講極你都唔聽嘅，專業啲好唔好啊？专业点行不行？嗰啲送外賣嘅又離譜啲嘅，不嬲都係咁噶啦。啱食飯。邊個啊？我係外賣仔啊！我嚟送外賣㗎。出嚟睇睇，請。我靠！你哋好，我係外賣仔。係嘛？茄蛋飯25個半，多謝。你有嗌咩？我冇嗌啊，我都未嗌，仲未嗌？送錯地方啊！提醒大家。嗯。 7號啊嘛。7號？1號啊，你送去1號啦。咁你仲要唔要啫？搞錯啊，唔係我嗌嘅，點要啊？茄蛋飯喎。做咩啫？傻咗咩？好啦，橫掂你想食茄蛋飯，喂，我要咗佢。好啦，你嗌啊嘛。我話我要先啊，過嚟啊！我嚟啊！这个眼神已经爆了，他因为他在看，对，一直在看乌娜。对。靠，里面是不是有窃听器？啊，咁巧嘅，一路又要茄蛋飯。哎呀！調整你幾好啊，番茄有益啊。有咩益啊？維他命 C 特別高㗎，其他水果都有啫。其他水果邊有咁高啊？喂，唔收錢啊？多謝25個半，唔貴嘅，加底啊嘛。咁唔加底啊？36個8啦。唔加底仲貴過加底？唔加底12個2。唔加底咧？36個8咯。頭先又係25個半？唉，25個半啦。今朝早餐賣咩啊？咩啊？今朝早餐賣乜嘢？火腿蛋咯。幾錢啊？12個2啊。加底咧25個半啦。乜早餐都有加底嘅咩？咁你加2條腸都得哇，嘅。这个镜头哇！要幾多錢啊？好啦。幾多錢啊？我係送外賣㗎咋。我問你幾多錢啊？我唔知啊。幾多錢？我真係外賣仔嚟㗎。你唔係外賣仔，靚仔，拉架啊！你係咪做啊嘛？我新入行㗎。新入行，我唔識送外賣都要答咁多問題㗎嘛，仲話啫？你做咩啊？啊？你咪差人啊？係啊，得唔得？我真係外賣仔嚟。哦，喂，冇嘢喎，冇嘢喎，傻仔嚟啫喎。嗱，查下，查下，靚仔，今日我未查啊，以後死你知啊！喂，咩事？搞啲咁嘢啊！我操！算點啊？窃听器啊！啊！咩嚟？想試我？啊！天哪！我靠！啊！
假的吧？對唔住，我係臥底。啊？这是演戏吧？點啊點啊！我冇事，死得。我意思係話是真的。點啊？幾好啊！第一次擔正做男主角算係咁噶啦。我看傻了都。哇！他真的是个戏痴哎！我的天！你适合当警察，你适合当特种部队，不适合送外卖，也不适合当演员。这枪法是吧？哎呀，他在等他。做咩你？天開晒，點解冇個？知唔知你扮好啊？你知成間做咩啊？有條村咗，諗你啊！你做主角好，做茄喱啡都好啊，你都要養一世㗎。嚟試下，睇啱唔啱？哇，紅色嘅，唇膏嚟㗎，你粉下。嗱，我今次俾咗條山路你行下，再有下次㗎，唔俾飯你食啊！行啦。这就是幸福的負擔。唔計啊，還拖笨。菲菲啊，我愛你。这时候就应该抱住。这次不带任何演戏的成分，劫后余生后的这种，够了。埋嘴！你兩個唔可以結合。好累。因為你兩個係親生兄妹啊！阿妹，阿哥對你唔住啊！唔關你事啊，係我自願嘅。嗱，你咁嘅情緒咧就死晒火啦！我同你講過噶啦，情緒係由內到外，再到翻內噶嘛，你明唔明啫？我明。唔好咁緊張啦。黑頭大超呢個角色都係你適合啲，不如你做翻啦。算啦，其實我對於演戲真係冇乜才華嘅，我都係做翻一個觀眾好啲。都唔係嘅，幾好啊！頭哥，出去到街坊等睇喎。係咩？快啲喎！咁你做翻衫出嚟啊？點解啊？我做翻。唔好啦，攞嚟啊！你都冇才華。屌，我冇理由。我有啊。屌，攞嚟啊！喂，唔好啦，唔好啦，喂，點就好啦，打你啦！真是服了。哦。哇！多謝晒你嘅娟姐，多謝。他還算人道，我天哪！好美啊！天哪！哇，好美啊！天哪！準備，好緊張，送老婆去醫院。老婆生咗啦，生咗個仔啊！哎呀，啊，那段戲。好緊張，生到個仔啊！讓大家都演。頭獎啊！我屋企啊，但係要等6台生仔啊！去醫院啊！好緊張，送咗6合彩，我屋企啊，但係劇組好歡樂。老婆生咗啦，生咗個仔啊！揾粗口鬧你，越鬧越勁。啊，好演技啊！原來做自己这样的事情笑起来是这样子的。星爷一直在看着他们笑。
相咯。同動胎話四胞胎把男胎添啊！我話三年反大大導演。制作好歡樂呀！係啦，咁先係我導演。很好。拜拜。最后这些彩蛋很有感染力啊，因为能从他们的神情上面就能感受到他们在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所以真的很有感染力，那个快乐是能够传递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影片确实有很多，就是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看片段的时候，我还处于一个非常小的年纪，就纯把它当做一个喜剧片来看的。然后后面也会看了一些电影解说嘛，然后这次完整的看下来，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吧。我觉得有几个镜头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聊那个经典的镜头，就是我养你啊那个，然后柳飘飘说你先照顾好自己吧，然后就走了。那一段我觉得是柳飘飘出于现实的考虑，然后走了。然后尹天仇是迈出了他觉得很勇敢的，就是追求爱情的那一步。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柳飘飘在那个风月场所的时候拒绝了，就是他也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回归到想要去追求爱情，他认清了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情感究竟是怎样子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同时另一个场所在发生的就是尹天仇在跟娟姐在跳舞，那个时候他又从追求爱情的一个方向回归到他要去实现梦想，回归现实的，就是来回这种转变，不同的人生际遇。但是很珍贵的一点是就是当时他说我养你啊，但是不是被拒绝了吗？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陷入到那种自怨自艾，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差劲或者怎么一蹶不振，也没有说就是陷入这个情感觉得失恋的那种痛苦当中，而是立马行动起来去，既然已经给到了对方承诺，然后并且对方也叮嘱了说你先照顾好自己再说吧，那他并没有陷入那种颓废的状态，而是说立马去拿3个便当，去投入到自己真正要做的这个梦想的这个事情当中去了，而不是说留在原地去各种的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我觉得他当时对那个娟姐说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是出于对于想要追求现实的考虑，因为他当时也清楚知道，就是柳飘飘说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所以他马上就付出行动，所以他才会跟娟姐说我没有女朋友，我这时候要全身心的投入到事业中，我要赚钱。然后2个人同时汇集到一条线上，就是那天早上，就是娟姐开车来到那个早上的时候，2个人互相明确了对方的心意了，这2个人终于就是走到了一起，就太科幻片了，这个线终于合并了。对，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对，就是很难得，所以才会觉得很科幻。但是，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再一次在一起了，就是抛开千难万险，中间阻隔的任何困难，然后勇敢的相拥在一起，然后选择去共同面对这种破破烂烂的人生，一起去在底层中继续挣扎，然后为各自的梦想去努力，这是很有勇气，很值得欣赏的一部。正因为很难得，所以才会觉得说我操，这他妈科幻。可能大部分的现实就是尹天仇上了娟姐的车之后，大部分的人应该就不会回头，都会迫于现实，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再去前缘了或者怎样的。我一方也是觉得尹天仇可能是看到了柳飘飘她脸上的伤，然后他又重新回来找尹天仇，他可能也马上就意识到柳飘飘也放弃了对于金钱的追求，想要回到跟他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决定，然后他也会做出相应的这样一个决定。他对对方始终是有保护欲在的，只不过当时既然对方说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他觉得 OK， 我尊重你的抉择，然后确实自己当时的处境也是好像没那么有资格去给到对方承诺的，那 OK， 那我就去行动去努力好了。那既然你这边说需要我了，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说对方的一个处境，他这个时候出于一个男人担当，以及说他那种深深的情谊被掩埋的情谊，那还怂什么啊？行动啊，真的就是行动啊！他真的还挺男人的，哇靠，太帅了！虽然没钱，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但他
对待真心的这种勇气，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他以及对待梦想、对待初心的这种。旁边就是豪车美女，对吧？在这种诱惑的面前，他也能回过头来对柳飘飘说：“是的，我确实说过我养你，我就在等你答应我。”真的很男人，我操，帅死了！天哪！然后还有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从那个卧底任务中回来的时候，就差点死了，然后回来去看到柳飘飘，然后柳飘飘的那个行为也很真实，就是说他在外面鬼混，然后说他还说了就是。不管你是演主角还是演跑龙套的，我都不在乎了，就是这样。对，就是那一通的，就是对那一通的抱怨，其实我看到的就是甜蜜的负担啊，就是你在劫后余生的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再次回到自己在乎的人身旁，就是好不容易又回到了他身旁，然后这个时候接收到的信息是对方对你的满满的担心跟那个各种。哇靠！太他妈幸福了！就是他那说出来的。如果我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之下，我都不逼任何了，直接抱上去了就。对。他还说了一个我爱你，我爱你，也够了。因为当时再多说也都多余。对，因为情境之下这句话就是那个拥抱嘛，对吧？然后那个飘飘我爱你，太动人了。之前他教柳飘飘演戏的时候也说过这样，那一段可能两个人都带点演戏的成分在。对，那个当时的那个时候是技巧，是在教学，但是这一刻是出于他们彼此的那种真心。他那个眼神，我靠，太真挚了，帅死了，好吧，我的天！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哎，人真的是个很神奇，就是言语上你可能会撒谎，可能是，但是。很多肢体的动作表现出来是会暴露出你在撒谎，或者说肢体会还原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比如说柳飘飘很多次都是直接勾上去，用那个脚勾上去，对吧？习惯动作，对他出于底层的那种习惯，他那个身份背景之下的一个习惯动作，包括像那个谁，那个尹天仇，他也有他自己的习惯动作，对，就是还挺真实的啊，而且他那些。微表情那些小动作的捕捉，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拍摄的很标准，而且很准确。就是他把能够反映那些内心波动的微表情也好，或者手部的一些小动作，他都捕捉到了，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影视作品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没想到我会哭成这样，主要是。很可怕，这个真的是需要有阅历的人才能，我觉得才能看懂。起码有在社会上折腾几年吧，起码，有这种跟真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一个接触，跟打交道之后，你会有更多的感触，但是激发出来。好像也不太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母看周星驰的电影，就是会抱着那种。很鄙夷的态度去看，他们会觉得这就是无厘头，就是因为他演绎的方式很超前。确实。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板一眼的，很现实主义，很还原，或者说很端庄、很端正，就是思想方面很正派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去演绎。但是他这个一方面是喜剧，一方面又是超脱于常规的那种演绎的路数去诠释这个东西，就会大家会觉得说。啊，这有点太疯了吧？可能没法去很快速的第一时间的理解它背后的那些深意，但是慢慢的，需要时间沉淀，真的需要时间沉淀。我觉得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放到我们读懂周星驰想要表达的东西，居然是在10几年后了，就是。这真的很神奇跟悲哀的一种感觉。这就是才华，这是才华。所以世上只有一个周星驰啊！真的。这突然很懂了。你比如说那些毕加索那些画家留下来的画，是的，几百年后才能。时间的沉淀会验证一切，我天哪！时间会给答案的。这就让人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OK， 好的，那么本周的。盲盒电影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让我们下周再见吧。希望下周依然很精彩，真不错。OK，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吧，拜拜。终于懂了星爷的含金量，真的是，年少真的看不懂。确实。